7岁男孩惨死家中，警方又为何逮捕了他10岁的姐姐？这是一部看完之后让你义愤填膺的电影。更难以接受的是，它还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看完之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说有些女人真的不配做个妈妈，哪怕是一个后妈。小美和小明的母亲去世多年，亲生父亲对2个孩子基本上是不闻不问。10岁的小美就承担起了照顾弟弟的重任，虽说过得不富裕，但是还算是幸福的。直到这天，爸爸介绍了一个后妈给他们认识，姐弟俩的噩梦就开始了。第一次吃饭时，因为弟弟小明不太会用筷子，把饭菜弄到桌子上，后妈就非常的不高兴，一上来就板着脸骂弟弟是个废物。姐姐立马意识到这个后妈并非善茬，连忙说以后会好好教弟弟。可弟弟因为年纪太小，并不会看人脸色，当时就又将饭菜弄到了桌子上，后妈直接就瞪大了眼珠子。姐姐见状，立马起身道歉，说保证不会有下一次了。可谁知这个后妈二话不说，直接扎起头发，一把将姐姐给按在了地上，恶狠狠地说：“再有下次你就死定了。”第二天，小美带着忐忑的心情去上学，可一想到家里的后妈，就感觉非常的害怕，于是就跑到警局报了警。可警方却认为这只是一些家庭琐事，谈不上虐待儿童，就直接交给了儿童福利中心的人员处理。但他们也只是象征性的进行了一次家访，而且后妈根本不承认虐待子女的事，表示教育子女时难免会忍不住的动下手。再说都是自家孩子，谁忍心下狠手呢？福利中心的人便没有多问，离开了。可他们前脚刚走，姐姐就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可这些对这个狠毒的后妈来说根本不解气，直接把小美拉到卫生间狠狠收拾了一顿。年幼的弟弟听着姐姐的惨叫声，躲在床上吓得是瑟瑟发抖。第二天，小美放学时，弟弟竟在门口等她，两人都因害怕后妈不敢回家，于是便决定再去福利中心寻求帮助。果然又见到了昨天去家访的那个叔叔。其实他们两人并不是来举报后妈的，他们也不敢举报，只不过在外面比在家里自在。好在福利中心的大帅叔叔非常热心，不仅请他们吃汉堡，还带他们去动物园玩。就这样，姐弟俩都慢慢喜欢上了眼前的这个叔叔，天天来找他玩。大帅虽然很喜欢小朋友，但时间长了也被这俩孩子缠得有些累了。更关键的是，他在福利中心也是暂时的，他本身是个律师，过段时间就会去首尔工作。两个孩子得知事情后都非常的沮丧，大帅就只好将自己外甥的玩具熊送给了弟弟，还额外给两人5万韩元去吃汉堡。可弟弟却不乐意了，非要和大帅一起去吃。大帅只好谎称下次回来再一起去，这才安抚好两个孩子，并送他们回家。姐姐知道大帅可能不会再回来了，临走时还要了大帅的一张名片。第二天，姐弟俩又去了福利中心，大帅果然已经不在这里了。可刚一回到家，就看到后妈拿着大帅的名片在等他们，还质问小美是不是又要去举报自己。结果可想而知，小美又被毒打了一顿，甚至第二天上课时因为耳膜破裂直接晕倒了。好在并无大碍。接下来的几天，大帅都没有出现。小美告诉弟弟，大帅叔叔不会回来了。可弟弟却一直都相信叔叔还会回来的，还拿出大帅给的钱说，叔叔答应我会回来陪我们去吃汉堡的。可就在这时，后妈嫌两人太吵闯了进来，看到弟弟手上的钱后，上来就指责弟弟竟然还学会偷大人的钱了，直接就一巴掌将弟弟扇倒在地。这还没完，他竟还让小美去教训一下弟弟，说什么弟弟犯错了，姐姐就应该好好教育他。小美非常的害怕，不得已轻轻在弟弟脸上打了2下，这可把后妈气坏了，直接拉开小美，对弟弟拳打脚踢了起来。这是我见过最歹毒的后妈，仅仅因为怀疑儿子偷了钱，就将孩子按在地上狠狠的殴打，根本毫无轻重可言。结果非常的遗憾，儿子因为肠胃出血没能得到及时救治，不幸死亡。可这个歹毒的后妈竟将一切责任都推到了姐姐小美的身上，还威胁小美不想去见弟弟的话，就按她说的向警察承认是自己打死的弟弟。最终小美被警方带走，临走时后妈还在用眼神恐吓小美，最终警方只好以未成年犯罪处理。小美因为年纪小，就又被释放了回来。可这对她而言，无疑是再次落入了魔爪。年幼的她为了能够活下去，不得不屈服于后妈的虐待之下。没多久，远在首尔的大帅得知了这件事情，他第一时间回去看望小美，可后妈根本不让他见，还让他以后少管他们家的闲事。大帅便又找到小美的父亲，质问他姐弟俩关系一直非常好，怎么可能是小美打死的弟弟？可谁知这个父亲也不是个东西，同样表示我们家的事你少管。这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可孩子的亲爹也是这个态度，还真是让人无法理解。大帅本就是个律师，之前几天的接触，他知道姐弟俩非常的要好，他绝不相信是小美打死的弟弟，于是便找到了当时的法医调查。法医给他看了当时的照片，说孩子的死因是外伤导致的肠胃出血，但也表示一个10岁的孩子很难做到这个地步。大帅想到了之前小美举报后妈家暴的事情，便决定彻底调查此事。可当他听说了一个传闻后，他更伤心了。민준이가 엄마 지갑에서 5만 원을 훔쳐가지고 햄버거를 혼자 사 먹으려고 했대요.
大帅彻底绷不住了，原来是自己给的那5万韩元害死了孩子。于是他找到了负责案件的警察，质问他们是怎么办案的，不会去调查一下平时两孩子间的关系吗？再说一个小孩怎么可能徒手打死另一个孩子？可警察却表示，姐姐自己都承认了，监护人也不追究，又没其他证据，他们还能怎么办？无奈小帅就找到几个同事一起搜集证据，调查事情的原委。可对那个后妈进行调查时，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原来这个后妈有不少前科，不仅曾因为诈骗被判刑，甚至在狱中更是殴打狱友，还被诊断为有愤怒调节障碍症。看来弟弟的死必然和这个后妈有关。于是大帅就当街发起了投票，希望大众投票重新调查这起案件。最终在他们的努力下，案件得到了重审的机会。但是现在最关键的是见不到小美。如果小美还是坚持说自己杀了弟弟的话，那重审的结局依旧不会改变。就在他们想办法见上小美一面的时候，此时家中的小美看着后妈将弟弟的衣服和玩具全都打包扔掉，也不敢说半个不字。这其中就包括大帅曾送给弟弟的那个玩具熊。看到这一幕的邻居小朋友也忍不住的骂道。可后妈刚回到家，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得知案件将会被重审后，直接就又对着小美发泄起了怒火。원수졌어? 잘못했어요. 끝까지 나를 괴롭혀. 엄마 잘못했어요. 진짜. 这个女人简直不是人。作为后妈，不但打死了继子，在得知法院将要重审案件的时候，竟又怀疑是女儿举报的她，拿起擀面杖就要狠狠修理小美一番。好在这时丈夫打来了电话，原来是丈夫也得知了案件要重审的事情，打电话来商量对策。不过看女人的表情，好像已经有了法子。他也知道，只要女儿不开口，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重审与否的结果都一样。于是他就罚小美写认罪书，让小美感到恐惧的同时强化记忆，这样重审几遍她都不怕。但殊不知，此时的大帅也在想法找小美的沟通，但因为小美被关在家里，他只好每天让邻居小朋友给小美送礼物。一连送了几天后，小美终于打开查看了。她一直都知道是大帅送来的礼物，可之前因为害怕挨打不敢看。这天又想到弟弟死得不明不白，她动摇了。果然在里面发现了大帅录好音的 MP3。听完后，她破防了，她决定去见大帅说说。可万万没想到，刚要出门的时候，后妈却回来了，一顿毒打自然是少不了的。更关键的是，后妈还听了录音内容，后果可想而知。好在邻居小朋友在门口听到了动静，立马打电话叫来了大帅。他直接破门而入，看着倒在地上的小美，他愤怒了。说完便抱着小美去救治了。可意外的是，临走时后妈还在嚣张。大帅也懒得理会他，给小美治好伤后就把她带回了姐姐家。可此时的小美依旧觉得自己逃不出后妈的魔爪，不敢将真相告诉大帅。没多久，小美的父亲还找上了门，让大帅将女儿还给他，否则就举报大帅诱拐儿童。可大帅与之斗争到底的心意已决。답변인데의뢰인이야내가변호사라고할말있으면나랑해小美的父亲只好败兴而归。然而明天就开庭了，到现在小美都不肯说出真相，又没有证据能证明是后妈虐待儿童致死的。大帅躺在沙发上正犯愁呢，忽然听到外甥在找自己的玩具熊，没错，就是当初大帅送给死掉的男孩的那个。大帅听到后也没有搭话，可忽然外甥给姐姐说，就是那个按下鼻子就能录像的玩具熊。大帅一听立马坐了起来，如果这是真的话，那说不定玩具熊录下了当时的情况。随后他从小美那里得知玩具熊被后妈给扔了，立马就跑到垃圾处理站寻找，可找了一晚上也没有找到。第二天案件如期开庭，后妈仍然不承认自己虐待过孩子，还说自己只是正常的教育孩子，一直都有给孩子们买衣服做饭，尽心尽力的做一个好母亲。听到这里的大帅恨的是牙根痒痒，孩子都被你打死了，竟然还能厚颜无耻的说出这些话。很快小美出庭了，可面对大帅的沟通，她还是不敢说话，甚至当后妈的律师询问她是否打死了弟弟的时候，直接当场哭了起来。法官见小美的情绪不好，当即宣布休庭，半小时后再继续审理。就在这半小时期间，大帅试图让小美相信自己，相信叔叔一定会保护她。可鉴于上次大帅抛弃他们离开，小美依旧还是不太敢说话。就在大帅为之而烦恼的时候，那个邻居小朋友在妈妈的陪同下也来到了现场，而他手中拿着的正是那个玩具熊。原来当初他看到小美的后妈扔掉了玩具熊，偷偷的给拿回了家。很快案件又开庭审理了，大帅直接抱着那个玩具熊，循序渐进的开导小美。小美看到弟弟的玩具熊后，果然状态好了很多。最终在大帅一步步的引导下，他终于说出了那天的真相。민준이 때린 적 없지 당연히가 아니 때렸어. 엄마가 혼내라고 시켰어. 그래가지고 내가 민준이 뺨을 한 대, 두 대 때렸어. 그게 너무 미안해가지고 혹시
때문에 민준이가 죽은 건가 하고。 这番话明显不是很有力。大帅当即作为律师向法官说道：“根据小美的描述，只是轻轻打了2下脸颊，而弟弟的死是肚子遭到外部击打导致的肠胃出血。虽然如此，这也只能说明不是小美打死的弟弟，但证明不了是后妈打的。”于是大帅继续安慰小美，问她是谁打的弟弟。小美又不敢说话，大帅见状立马安慰她，说不说都没关系。就是这个反向安慰，让小美感觉到眼前的大人不是在命令自己，终于说出了那句话。 저요. 엄마가 때렸어요. 就在这时，后妈的律师立马又提出了异议，说大帅这诱导式的询问不能采纳，而且没有证据证明是后妈打的。就在法官犹豫的时候， 동영상 증거를 제출하겠습니다. 原来就在开庭前，大帅已经将玩具熊里的视频证据交给了检察官。这下后妈殴打虐待2个孩子的真相终于大白了。视频里的后妈残忍的、无情的、疯狂的殴打这2个孩子，隔着屏幕在场的众人都被气得怒火中烧，不敢相信世上还有这样的母亲。谁知看到视频被公开的后妈，立马化身成了泼妇，对着大帅就是各种辱骂，骂他咸吃萝卜淡操心，没事瞎操心别人的家事干什么？最后被法警给带了下去。至此，这场虐待儿童致死案件终于告一段落了。可因为弟弟的死，虽然是因后妈的殴打所致，但送医不及时才是直接原因，所以不能以故意杀害给后妈定罪，只能以伤害致死判处了16年的有期徒刑。而孩子的亲爸因纵容妻子虐待儿童，被判处了5年的有期徒刑。影片的最后，大帅成为了小美的监护人，相信他以后一定能慢慢走出这些阴影。怎么说呢？看完这个电影，小编是久久不能平静。虽然小编是解说犯罪悬疑类电影的，但是关于孩童受害题材的电影，一直都是不敢触碰的底线，是真的看不了孩子们的惨状。哎，希望每个孩子都能被善待吧。下次再见。